为了迎合欧洲，美国的对华战略做出了调整，进攻与防守被混为一谈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彦超。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，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打压华为，对华发动贸易战，标志着美国推动脱钩战略的开始。然而，细心的朋友应该注意到，自从2023年3月开始，包括拜登和沙利文在内的美国官员公开表示不推动对华脱钩，而是强调去风险。你不要以为去风险是美国人发明的，其实这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，以表达欧盟对国家安全以及对中欧贸易担忧的新名词。现在拜登政府放下面子，为了拉拢欧洲，竟然主动采纳这种说法。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首选词之变，意味着什么呢？一个看似温和的概念，可能暗示着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努力有所软化，但是不等于拜登会放弃遏制中国的努力。可以这么讲，就算是同样的去风险，由拜登政府说出来，以冯德莱恩提出来，其含义是有着根本性不同的。美国无法掩盖其与中国关系中的裂痕，欧盟和美国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。欧盟对华去风险更多的只会停留在表面，而对于中国来说，美国对华脱钩战略当前并未改变，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芯片战争仍在加剧。拜登政府以芯片技术能帮助中国发展军事力量为由，想整合西方国家的力量。用沙利文的话说，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，以确保美国和盟国的技术不被用来对付我们。但是从本质上看，美国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延缓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的发展速度，让美国在中美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。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执行主任贝斯吉尔表示，拜登政府策略的改变表明美国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做法，也就是说，美国人认识到脱钩不切实际。更准确地说，美国及其盟友希望实现的目标不是脱钩，而去风险看上去有无可抗拒的合理性，是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给欧洲带来的深刻教训。去风险这个词儿本身不一定是专门针对中国的，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又是针对中国的，显得非常有技巧。中国对去风险的态度也非常明确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，世界面临的真正风险是煽动集团对抗、酝酿新冷战等做法。中国同样没有提及美国，但是强调新冷战会导致地区动荡、贸易和科技问题的政治化，以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稳定。当然，中国明白美国去风险的本质仍然是脱钩，或者说是缓慢脱钩，目的仍然是胁迫他人遏制中国。我们现在更关注美国会不会实打实地调整其具体政策，因为也不能排除拜登政府的脱钩战略玩过头之后，发现最终伤害到了自己。美国的绝大部分芯片企业现在都反对政府的对华贸易限制，而失去中国市场的远景正在反噬拜登的决策。目前，美国正在制定针对中国的新对外投资限制，其中可能就包括更先进的芯片、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，并敦促其盟友也这样做。但是在这点上，他们并未能与欧盟达成协议。在荷兰效仿对中国实施芯片出口管制的同时，法国等国要求欧洲追求更多的战略自主权，不会成为美中竞争的附庸。所以，我们破解美国战略打压的关键是对欧关系。如果仔细分析的话，如果欧盟执行去风险的政策，那么本身损害的是中欧双方的利益。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利用这一点，
而欧盟对中国的去风险化的策略，从本质上看是被俄罗斯刺激之后的防御性策略，而美国的去风险本质仍然是缓慢脱钩，这是一种进攻性的策略。拜登的阴毒之处在于，故意将美国的进攻性战略与欧洲的防御性战略混为一谈，想掩盖对华脱钩的本质，或者说，美国正在利用一切手段来塑造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战略竞争态势，而在利用欧盟时则放下了身段。总体而言，对美国不要抱任何幻想，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高科技，同时呢，与欧洲保持良好的关系，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